今年上半年大家都看到了吧，整个2022年的上半年楼市都在进行救市，力度呢是前几年前所未有的，放在以前我们都不敢想象。但是今年我们提的最多的就是降低首付，减轻购房者的负担，减轻购房者的压力，让我们尽快下手买房子。但是从整个上半年救市的整体效果来看呢，交易量并没有呢往年活跃，甚至呢在当时出了这些政策以后，只不过短暂的交易量上升，但是到现在楼市仍然冷冷清清。为什么降低首付这样一个利好的政策，老百姓并不买账啊？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。这个话题的根源在哪里呢？就是我们虽然降低了首付，但是并没有降低房价。房价有人说现在稳定了，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的这个稳定呢是在高位稳定啊，房价呢还是差不多1万块钱每平方的均价，所以对于普通购房者来讲呢还是非常吃力的。那我们来讲，降低了首付，没有降房价啊，看似很利好的政策，但实际上呢，我们不得不思考3个方面的坏处。这个呢，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。第一个坏处就是呢，降低了首付，看似便宜了我们购房者，但实际上却增加了我们的压力。不知道呢，大家会不会算一笔账？很多人认为呢，我现在的钱不多啊，如果按照30%的首付，我可能就买不起房子。但是现在10%或者20%的首付，我够了，我就可以买房子了。我先上车再说啊！我不管别的，我先把房子买了。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，你买了房子要用到贷款，你每个月的还款额有没有增加呢？我们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一个呢200万总价的房子，这在很多城市都很常见吧？如果按照正常30%的首付呢，我们是需要拿出60万的，那么贷款140万。如果我们按照现在的平均利率4.5%来计算，贷款30年，那么我们每个月的还款额呢就是7093块钱。其实呢，这个还款额已经很高了，已经让很多家庭感到压力了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降低了这个首付啊，以前呢可能60万我凑不齐，那么现在呢只有10%的首付，200万的房子我只需要20万就可以搞定。那么你贷款180万，同样是30年，同样呢利率是4.5%，那么你每个月的还款额就是9100多块钱，也就是说你每个月要将近多还2000块钱。看似不多，但实际上是非常有压力的。那么本身我们还7000块钱就感觉到压力，又增加了2000块钱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你的家庭基本上每个月都在为房贷而努力，那么你根本呢就没有别的钱去进行消费，也没有钱来发展自己的家庭，而且呢你还要保持你的工作稳定，这些年呢不被裁员啊，身体呢不生病等等等等。所以一般的家庭是扛不住的，这就是为什么虽然降低了首付，在总价不变的情况下，我们的压力实际上变大了。那变相的来讲呢，就是我们买房子我们没有得到好处，还变相的让我们被捆绑了。那这样的事情又有谁愿意去干呢？还有第二点坏处呢，就是从短时间来看呢，也有一些人比较冲动啊，他不会想这么多，他只会想到我没有买房子，现在有这么好的这个降低首付的机会，那我一定要先买了房再说。短期之内，在全国各地可能说这个房屋的成交量会上升啊，会给这个呢房地产商带来一些资金的注入，开发商呢能够缓一段时间。但是这并不是长久之计，时间长了以后呢，就会引发巨大的金融危机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正常30%的首付你都凑不齐，那么降到了10%，说明一个问题，说明你整体的年收入是不高的，你平时的工资也是不多的。那么在这种利好的政策下，你强行上了车，你的首付都不够，那么你的还款能力是会受到质疑的。也就是说，当你高高兴兴买了一套房子啊，这么高的还款压力，可能呢你不到1年的时间，你的房子就成了法拍房。本身我们现在的法拍房就已经很多了，那么再加上这些还不上款的，那么法拍房只会越来越多。法拍房多了，只有一个结果，法拍房没有人要，而且呢引发巨大的金融风险。我们说呢，房产和金融和房地产商啊都捆绑在一起，也影响80%的其他行业。金融风险一旦变大，
那么就是房地产崩塌的时候。我想这个结果呢是没有大家呢愿意去看见的。那么还有第三点呢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，房价可能在短时间内上涨。很多人讲不可能啊，现在已经房住不炒了，那正是因为有了降低首付，所以房价才会涨。那我们来说呢，二手房的房东这几年可谓是憋疯了，他们手中的房子卖不出去，变不了现，不管他们出于什么目的啊，套现也好，炒房也好，还是呢刚性置换也好，总之他的房子无法变现，变得有价无市。那么好了，现在降低了首付，那么也就意味着你能够拿得出钱买得起房子，那么我一套房子的基础上给你加个5万到10万块钱，又能怎么样呢？那剩下的这个总价虽然稍微变高了一点，但是呢，你平摊到30年的贷款期限当中呢，你每个月的还款额只不过增加了20块钱到30块钱而已嘛，所以很多人不会在意。那么作为二手房的房东呢，他不会在意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困难，他们只会呢争取自己最大的利益，把房子卖出去。那么新房也同样是一样的，新房呢能够让你以10%的首付去买，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总还款额增加。那么你没有想过一点，如果开发商每平方去涨500块钱，那将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，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可能就感觉不到。也就是说呢，你不知不觉的就入了开发商的圈套。最终的结果就是呢，虽然首付降低了，但是整体的房价你是多花钱了。那么讲到这里呢，很多人就会想一个问题，既然房子的总价这么高，只降首付起不到彻底拯救楼市的局面，那么为什么不降低这个房价呢？让大家在总价上占一些便宜，这样呢大家还是乐意买房子的。那我今天呢只告诉大家一个中心的思想，中心的思想就是房价降不降是由地价来决定的。这么多年，20年过去了，很多地方政府呢非常依赖于这个土地财政，那地价呢这20年当中也水涨船高，不是说降就能降的。在房地产税没有全面出来之前呢，那么这个税种呢还是作为地方政府最大头的收入。那么我们可想而知，地价不降，房价就很难降。我们呢可以来想象一个环节就是拿地价呢就是成本，这是开发商的成本，那开发商呢还要往外包活，大承包商对吧？那层层的每一级建设的劳动者都是需要赚钱的，那到最后我们老百姓去买的时候，这个单价就是呢这所有的成本加利润总和，所以我们总是能够买到高价的房子。那和我们去买一瓶普通的矿泉水是一样的可能出厂价呢只有1毛钱，但是到我们手中就是1块钱，因为这中间呢经过了无数个环节，这些环节都是付出劳动，都是有成本的，都是要有利润的，所以呢地价不降，房价就很难降。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问我，到底还能不能买房子？其实呢，我们说已经过了过去20年买房的黄金期你再想呢拿房子去赚钱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房住不炒仍然会坚持实行下去。买不买房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定位，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，你的需求决定了你未来会买什么样的房子，在哪个城市买房子，在哪个区域买房子。首先一点，你要知道呢，虽然进行了房住不炒，但房子还是带有金融属性的。在你买房子的同时呢，你肯定是希望你的房子涨价的。那么普通人不用搞得那么花里胡哨，只需要记住一点，买房子就买地段好的就可以了。1、2线城市有核心地段，3、4线城市仍然有核心地段。那么再找准自己的定位以及未来的发展，你就可以呢很容易的买到自己想要的房子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